住得香港內嘅朋友咧，對人民幣咧一定又愛又恨嘅，唔知大家有冇同感呢？仲記唔記得曾經有一排啊，我哋一出糧啊就即刻換人民幣做定期噶。不過而家已經唔再吸引啦，轉做美金定期好過啦。又曾幾何時啊，人仔係勁升嘅，100蚊港紙只係換到80蚊人民幣啫。但係啦，最近啊已經去到1:1嘅水平。望住人仔貶值嘅朋友北上消費啊，就當然開心啦。但係如果喺之前啊已經持貨嘅朋友仔，人民幣仲值唔值得持有呢？話晒中國都係世界第2大經濟體啊，但係啦，點解人仔流通量咧只係排世界第6名呢？同美國差一大截嘅。仲有人豪言話人民幣將會有一日取代美金地位。問題啦，人民幣有冇呢個條件呢？今集咧全集就同大家講下人仔處於世界嘅乜嘢位置，到底係自身難保啊，定係危中有機呢？中意我哋嘅內容啊，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鐘仔搶先睇 ，like 同埋分享俾朋友，等多啲人咧了解更加多嘅投資理財知識啦。後生時以為聽個 number 攞 tips 就可以發達，結果輸到欠債80萬。後來發現基本分析配合技術分析，出入市先係王道。講求買乜嘢，幾錢買，幾時買，以時間累積財富，最終以超過1億資產財務自由。我喺度分享我嘅翻身故事。今集內容咧聽落好似好高深咁啊，但係要講到生活啦，就自然咧要有貨幣傍身啦。了解貨幣世界發生緊乜嘢事，其實係自己責任嚟嘅。聽完咧先決定自己要唔要揸人仔啦。想知道一隻貨幣堅定流嘅話咧，係咪值得持有？簡單嚟講咧，只需要睇2個層面，內同埋外啫。內裏經濟實質夠強先啦，外咧夠大隻，多人擁戴。所以啦，要睇人民幣有冇運行，就要睇背後咧中國嘅經濟情況，同埋啦國際對佢嘅信任度啊。如果一個國家唔夠 quality 嘅話，自然咧冇人敢揸住承守佢嘅貨幣啦。而今日中國呢幾年嘅流年運程啊，真係麻麻地啦。2018年啊，由中美貿易戰開始，2020年咧新冠疫情爆發，全面封鎖清零啊。2023年人民嘅生活啊，先至開始叫做重拾翻正軌。2024年一開局啊，中國經濟仲係面對好多內憂外患噶。講到內憂，全世界都關注嘅就一定係內房爆煲啦。恒大集團嘅債務違約事件成為內房債爆煲嘅第一炮。根據2023年上半年嘅業績報告啊，11間內房合共半年啊已經蝕咗1300億啦。好多間嘅內房股價由2021年咧至到2023年尾跌咗90%以上。而中國房地產投資啊佔國內生產總值 GDP 嘅13%，都咪話唔少事啊。而根據國際清算銀行數據顯示，2022年6月底，中國嘅總債務咧首次超越埋歐美添，佔 GDP 比重咧高達295%啦，創下咗歷史新高。而中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嘅貸款，亦都面臨咧一筆筆嘅壞帳，收唔到數啊！中國債務問題咧，隨時可以變成2024年嘅黑天鵝。第二樣嘢係通縮嘅。以前咧就話中國經濟增長得快啦，而家冇呢支歌仔唱啦。中國嘅通脹數據咧由2023年開始全年下跌，7月仲開始出現負數添，仲有反覆向下嘅傾向添啊！想象一下啦，當啲嘢越遲買反而越平嘅話，有幾多人願意而家出手做投資呢？呢個情況令到國內嘅經濟復甦難度加大，日本都要成30年到今日先叫做有翻啲氣息咋。只要喺網絡上面好多人評論嘅失業率，就未至於加劇中國經濟嘅內傷住嘅，反映整體嘅城鎮失業率係下跌嘅。所以啦，呢點都唔使太擔心住。不過年輕人繼續以躺平心態一直生活落去，或者各行各業嘅政策扶持不足，甚至監管繼續唔鬆綁嘅話咧，失業率惡化一定遲早嘅事。到時候對中國經濟點都一定有影響㗎啦。不過點都好，中國身為全球第2大嘅經濟體，但係人民幣嘅地位仲係完完全全比美金 KO 㗎。當然仲有其他原因啦。從性質上面嚟講，人民幣其實有個先天嘅缺陷嘅，就係流通度一定唔夠美金砌㗎。
中國至今維持一定程度嘅外匯管制啊嘛。喺呢個表咧就睇到晒啦。無論你帶住人仔現金出入境，定係內地唱美金，都有好多限額同埋規定㗎。普通人嚟講咧，一年只可以最多唱5萬蚊美金等值嘅外幣，話多唔多，話少咧就唔少。但係啦，始終唔係自由兌換，貨幣最緊要係方便啊嘛，隨時出出入入做翻佢嘅本分，流通量唔高，可信度咧亦都會降低㗎。就好似你手上揸住2張信用卡，代表咧係美金同埋人仔㗎。一張信貸額任你開㗎，你話找到數就得㗎啦，仲可以周圍碌添。另一張信用額得5萬蚊，用起上嚟咧亦都諸多限制㗎，仲要唔係度度收㗎。唔好話信用額唔同啊，就算第二張信用額大好多倍啊，呢種嘅唔方便唔係用錢衡量就得㗎。邊個能夠喺貨幣度話到事咧？佢就係真正嘅一哥。嗱，唔係我講㗎，睇完呢張表就一清二楚啦。呢個就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嘅外匯儲備貨幣嘅成分表啦。全世界最中意揸住嘅依然咧係美金㗎，佔唔少㗎，仲要係60% 添。跟住咧就係歐羅啦、日元啦、英鎊同埋加紙啦。之後排到第6名先至係人民幣啫，即係佔2.37% 咋。雖然人仔嘅佔比由2017年嘅1.12%好努力咁爬到係2.37% 㗎啦。但依然咧係被大幅拋離緊，外匯儲備嘅多與少，背後反映咧係市場嗰隻貨幣發行國嘅信任程度。就算係1990年代中國經濟高速咁增長，當時都冇出現過其他國家大幅持有人民幣嘅現象㗎。到今日啦，中國貴為全球第2大經濟體，人民幣同美金嘅比較可以話咧唔成比例㗎。背後嘅原因咧亦都值得深究。中國嘅經濟本身嘅內憂咧，只係加劇咗本身佢不流通嘅問題。中國就算乜都冇做錯人民幣相對嚟講咧都會受到壓力而貶值㗎。仲有中美貿易戰嘅後遺症，美國制裁中國，要求企業要返去美國設廠，離開中國，又說服歐洲同埋其他盟友咧唔好再喺中國企業做生意。如果唔係咧，我唔同你做生意啦。以上種種外圍因素引發咗資本嘅大幅外流，大幅減少對人民幣需求。咁結果你要諗到啦，無論價值、經濟、貨幣都變咗一潭死水啦。講咗咁耐，全部都係咧對住人民幣身上嚟潑墨水。咁人民幣係咪真係永不翻身呢？正所謂啦，有危就有機，有3個機會同3個可能，我認為能夠令到人民幣頹勢逆轉嘅。第一，全球去美元化。去美元化，去美元化。De-dollarization。所謂去美元化，即係 de-dollarization 呢個字，係近幾年成為投資者、經濟學家、各國央行嘅共同話題。意思就係減少依賴美元作為儲備貨幣同埋計價嘅單位。原因無他嘅，就係要自保啫嘛。你諗下啦，同海外企業傾緊生意，報價用美金；黃金、石油交易報價用美金。每日外匯市場成交量最大嘅又係美金，好多國家對美元生產咗依賴，甚至仲受歡迎過自己貨幣添。喂，萬一美金出事唔好話地球有事火星、冥王星都爆炸㗎啦。另一樣最大嘅問題，其實就係美國唔節制咁樣去瘋狂印錢，喐下就 QE 打劫將來去救翻當前嘅問題。而其實美國累積嘅傷口一個個都係仲係含緊籠未好翻過㗎。由2008年金融海嘯開始，印鈔機一再大開，從來冇再收手過。鈔票多咗，自然令到鈔票所代表嘅價值急速咁下降。貨幣貶值就令到物價倍數咁上升。所以諗下，每一次 QE 咗之後嘅成本都係由全世界承擔。其次美國大量發債嘅情況已經去到債務黐肥嘅地步啦。美國嘅債務比debt to GDP ratio 喺2022年已經達到129%，G20 工業國中排名第4。而美國每年都重複上演政府面臨停擺呢啲大龍鳳，國會喺最後一刻都係會提高翻呢個債務上限嘅起碼。大佬你唔滿我哋都滿啦。問題係你提高完債務上限，呢個債務黐肥引發嘅高升血壓、糖尿病，又要其他人同國家買單，點搞啊？仲有美國將美元武器化，都嚇到啦，各國標晒冷汗。錢
可以當做武器咩？係啊，俄烏戰爭嗰陣，作為美國對俄羅斯金融制裁嘅方法，就係將佢6400億美金嘅外匯儲備凍結晒。其他國家一見到仲唔嗱嗱聲加入去美元化嘅大本營咩？目前啊已經有大約85個國家表示加入去美元化嘅進程。俄羅斯被剔出美元系統之後，因為用唔到國際支付系統 SWIFT 就轉投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 CIPS， 繞過美金繼續做國際貿易。成套劇情入邊中國真係翹埋雙手，做都唔使點做嘢㗎。截至2023年尾，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 CIPS 系統參與者已經有1484間金融機構，分佈喺全球113個國家同地區㗎啦。根據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嘅統計數據，喺2023年第二季度，人民幣係中國跨境交易中佔比達到40%，首次超越咗美金啦。另外，根據 SWIFT 喺2023年嘅報告，人民幣經 SWIFT 交易嘅結算中嘅份額達到 5.7% 㗎啦，超越咗歐羅嘅 5.6%， 成為全球貿易中第二大主要貨幣。以上雖然唔係啲咩好犀利巴閉嘅數據，但係人民幣國際化進程至少唔係原地踏步先啦。加上美國嘅咎由自取，中國喺呢啲時間採取去美元化，正食住咗個勢。其實去美元化亦都好大嘅 topic 嚟嘅。今集唔夠時間講住少少先。如果大家有興趣嘅，留言話俾我知，我哋獨立出一集啦。第二個機會就係數字人民幣，呢個係能夠革命性屈晒機㗎。講開呢樣，最多人問嘅問題就係咁同支付寶 WeChat Pay 有咩分別呢？記住呢點就解得通啦。數字人民幣係錢包入邊嘅錢啊，支付寶呢啲係銀包嘅包啊，性質係完全唔同噶。而數字人民幣有手機 App， 亦都好似卡片咁嘅硬錢包嘅。數字人民幣係由中國人民銀行發行嘅法定數字貨幣，取用區塊鏈技術。100蚊數字人民幣嘅價值等同100蚊人民幣嘅紙鈔，只係形式上變咗數位形式。貨幣嘅其中一個特性就係當然方便啦。數字人民幣其實都係針住呢個點嚟打㗎。目前數字人民幣嘅試點範圍已經擴展到17個省市同埋26個試點地區，包括香港。呢個數字仲增加緊添。數字人民幣可以應用喺呢堆嘢上面㗎，非常廣泛。數字人民幣嘅推出配合啱提到嘅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 CIPS 嘅話，可以慢慢幫助人民幣變得越嚟越普及同埋國際化㗎。例如新加坡已經宣布兩地旅客喺購買時候可以用電子人民幣支付㗎啦。美國喺貨幣市場最頭痕嘅敵人唔係人民幣，一定係虛擬貨幣㗎。而家美國、歐盟反而抄翻轉頭，想自己發行自己嘅數字貨幣。就住呢樣嘢人民幣出擊時間就快好多添。到時成個大勢所趨，配合去美元化，數字人民幣嘅框架同埋結構已經定晒型嘅話，真係有機會可能食住成個大趨勢，不費吹灰之力令到人民幣首次被廣泛使用都得㗎噃。第三機會，金磚國家推出共同貨幣。第一次聽金磚國家我以為係賣金磚嘅，其實個名係取自金磚5國國家名嘅字頭 BRICS 嘅。而家已經泛指係一堆想加入呢個大聯盟嘅10幾個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其中仲有埃及、埃塞羅比亞、伊朗、沙地阿拉伯同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前後一共40幾個國家想加入。簡單嚟講啦，金磚國家推出共同貨幣就類似歐盟整咗個歐羅出嚟，互相流通，大家齊用，但係又唔需要講咁多條件政策去改良，互相掣肘。如果整合咗40幾國家嘅貨幣力量，拋棄美元基於中國現時已經有較成熟嘅跨境支付系統同埋數字貨幣技術，呢件事由中國牽頭翻，呢個諗法未必係天方夜譚㗎。其中油王沙特阿拉伯擔有重要角色，可以改寫石油美金嘅金融力量。不過啦，呢個 topic又係太大啦。如果大家有興趣喺去美元化之後嗰集可以講一講嘅。無論世界點樣變都好啦，講到最後都係貨幣、話語權同軍力。
所以能夠跟得到大嘅經濟發展嘅話，其實我哋就能夠自保，跟到上車，跑贏通脹。呢10幾20年嚟，我都係按住自己嘅投資系統，令到我負債80萬，去到財務自由㗎。如果都好奇啦，我呢個財富系統係乜嘢嚟呢？ Scan 下 QR code 或者下面連結報名，有個1小時免費 training 咧俾咗大家㗎。講到最後啊，人民幣同美金相比，依然咧有一大段路要追。未來世界係點樣，冇人知。貨幣同人咧一樣都有缺陷，又或者冇任何貨幣可以咧統一天下。好好把握當下有機會同埋資源，為自己創造財富，先係咧目前我哋值得或者唯一要考慮做嘅事。嗱，尾問大家一個問題啦，你覺得有生之年咧，人民幣有冇可能取代美金成為霸權呢？ A 機會唔係零嘅，不過啦，可能要過多2世紀咁啦。B 我支持金磚國家推出共同貨幣，同美金、歐羅3分天下。C 識玩嘅梗係虛擬貨幣，比特幣、以太幣嗰啲啦。D 係其他。歡迎大家下面解釋嘅答案，或者寫低有咩 topic 咧，想我同大家繼續分享噶。今集內容去呢度啦，中意片咧記得訂閱啲頻道 like 同埋 share 嘅片，就會更多人知道呢類嘅投資理財知識噶啦。投資唔係大學嘅專利，下次見大家，拜拜。